关于813淞沪会战的历史影像，目前仅在网上流传着一些零星片段。而在侵华战争期间，日本曾请来东宝公司的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系列战地纪录片，其中的海军作战记录和上海，真实记录了日军从初期部署到攻占上海的整个过程，是淞沪会战最珍贵的历史影像。这2部纪录片长期深藏在档案馆中，从未在国内公开放映。经过多番努力，我托人从日本购回了高清复刻版，并用独家技术进行了全彩修复。本期我将通过这些鲜活的历史影像，为大家深度解析这场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。1937年7月，随着北京、天津相继沦陷，日军沿着北方的铁路迅速推进，欲大举进攻中原腹地。此时的中国是山雨欲来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只待一星火花，引爆战局。8月9号，2个日本军官闯入上海虹桥机场挑衅滋事，被驻守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当场击毙。事发后，日本军倒打一耙，不仅要求中国赔礼道歉惩处凶犯，还强令中国取消保安队，拆掉附近的一切防御工事。放眼天下，你也找不到这样的无赖，居然要求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拆掉国防工事。这样荒谬无理的要求，最终遭到了中国的严词拒绝。次日，日本海军司令长谷川清下令将上海兵力增至6000余人，同时加固了虹口一带的军事据点，其堡垒阵地以惠山码头为起点，沿着吴淞路一直修到了海军司令部，犹如一条绵延的毒蛇，护住了整个日租界。8月12号，蒋介石派87师、88师连夜增援上海。这2支部队由德国军事顾问一手训练，是中国当时最牛的2支陆军。他们装束整洁，训练有素，从头到脚都是德械装备，堪称精锐中的精锐。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主张先下手为强，趁日军阵脚未稳，将其一举歼灭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918敌打我，我不还手；128敌打我，我还手；813呢是敌准备打我，我先下手。而在5年前的128上海事变中，蒋介石靠着英美调停和日本签署了停战协定。这一次他依然对国际调解充满期待，所以命张治中按兵不动，等候指示。这一犹豫使日本有了充足的时间完成军事部署，甚至反客为主，抢先打响了第一枪。8月13号，日军派一支小队攻入宝山路，并炮击了闸北江湾一带。就这样，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、最为惨烈的淞沪会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8月14号，中国空军对日军沿线的堡垒据点率先发起空袭，并成功炸伤了10余艘战舰。日军引以为傲的重型巡洋舰出云号也遭到重创。在激烈的空战中，日军的18架96式战机有13架被击落，中国空军高制航所部甚至创下了9-0的辉煌战绩。随着日军的空中优势遭到重创，后方舰队的火力支援受到打击，中国军队抓住战机，立马发起总攻。其中87师主攻杨树浦，88师则把枪口瞄准了日本的海军司令部，形成了陆空协同的有力攻势。海军司令部是一座口字形的钢筋混凝土建筑，四面围墙厚达0.8米，十分坚固。中间宽阔的操场能容纳2000多人，大批装甲车进出自如。作为虹口最高的建筑物，楼顶的瞭望塔宛如开了上帝视角，能全方位监视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。楼顶还部署了多门火炮，居高临下控制着周围的3街6巷，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。当时88师采用逐次前进的战术，像挤牙膏一样沿着日军的外围据点一个一个往里攻。为了夺取一座小小的八字桥，担任主攻的旅长黄梅兴4次率部冲锋，但都没有突破敌人的防线。仅仅1天的时间，264旅便伤亡过千，抬下了7位连长。临死前，他们喊的不是壮怀激烈，而是让战友再往自己身上补一枪。经过4天奋战，中国军队的一个排终于突进了日本的海军司令部。万万想不到，这里面竟是个精心设计的死亡陷阱。内院的各个角落布满了机枪暗堡，大门还采用了电动控制系统。勇敢的战士们刚刚冲进去，只听身后的门轰然一关，便全部牺牲在了日军的扫射中。
此时日军已调集数万重兵向上海急速驰援，若不能在援军抵达之前将上海市区的日军一网打尽，中国军队势必陷入两面作战的险境。于是蒋介石决定放手一搏，对日军沿线的据点发起全面总攻。为此，蒋介石命宋希濂率领的36师从西安火速赶来。这支精锐部队配备了清一色的德械装备，同时还拥有一样秘密武器——中国刚组建的装甲兵团，其配备了英国进口的轻型战车、水陆两栖坦克，具有很强的突破能力。8月21号，趁其他2个师吸引着火力时，36师对防守薄弱的惠山码头发起奇袭。这里不仅是日军唯一的补给枢纽，也是最重要的后勤仓库。一旦攻下此处，将切断日军其他据点的补给，使其不攻自破。不过日军早有防备，已在各个十字路口布设了沙包掩体，并在周围的房顶上架设了许多机枪，形成了一道立体的交叉火力网。有了装甲战车带队冲锋，中国军队沿着公平路一直猛攻，迅速突破了日军防线。但由于步兵不能及时跟上，无法占领突破点，这些孤军深入的战车最终沦为了日军的活靶子。在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中，一辆中国战车正沿着狭窄的街道孤独地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，那份决绝和悲壮让无数人为之动容。后来键盘军事家们常说，巷战不是这样打的，应该像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，在重炮的掩护下逐屋推进。但真实的战场不是玩游戏，根本没时间等你去点下一回合。面对日本增援部队的逼近，36师根本来不及穿墙破屋，唯有以血肉之躯强行冲锋。最终拼命三郎胡家骥于8月23号率先攻进了惠山码头。全军振奋之际，日本的2支主力师团也在这一天抵达了上海。面对腹背受敌的危局，中国军队只能强忍着悲愤撤退回防。随着形势急转直下，蒋介石掏出家底，将98师、11师、67师等中央精锐全部调往长江南岸，在吴淞宝山、乐浦洋行构成了一个菱形防御地带。至此，局部巷战慢慢演变为了中日主力的全面决战。9月5号，日军对战略重镇宝山发起了3面围攻。他们一边派30余艘战舰和10余架飞机对城内进行狂轰滥炸，一边派装甲车封锁了4周城门。最终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便攻陷了宝山。负责死守的中国孤军战至最后一人，600名将士无一人投降，全部壮烈牺牲。9月11号，从长江南岸登陆的日军合兵一处，对罗店发起总攻。一旦得逞，日军向南可直取大厂，进逼上海；向西可以攻占嘉定，切断沪宁铁路。更为致命的是，攻下罗店便完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左翼包围。所以这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，也是决定战局成败的生死之地。火力配备方面，日军仅是一个步兵大队，便配备了18具掷弹筒、10挺重机枪，以及4门步兵炮和2门山炮。而中国即使是最好的精锐，也仅有轻重机枪和手榴弹，像什么冲锋枪、卡宾枪连听都没听过。全国的重炮加起来只有24门，弹药是打一发少一发。日本则是打一发多一发，因为他们有完备的工业体系，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。单兵素质也不在一个层次，日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，连一个普通士兵都能画出详细的工事地图。但中国士兵大部分都是文盲，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训练强度的差距同样惊人，日本新兵每天都进行实弹射击，一个月要消耗150发子弹。但工业薄弱的中国根本不敢像日本那样浪费子弹。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差异，最终使中国军队和日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。此外，随着大量战舰和飞机增援，日军在海空领域形成了压倒性优势。中国虽然有500多架战机，实际能参战的却只有91架。开战初期，借助高楼大厦的掩护，中国空军出其不意，取得了惊人的战果。但到了中后期，日军派出最先进的水上飞机升空侦察，引导地面的高射炮进行精准反击，逐渐消亡殆尽的中国空军最终丧失了制空权。在实际战斗中，蒋介石的王牌师就像数字一样被投入战场，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牺牲了一半，有的才支援5个小时就牺牲了2/3。
罗电宛如一座血肉磨坊，不断吞噬着中国将士的生命。双方都不断地往里面添薪加柴，谁也不肯轻易退让半步。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，任何一方只要少使一把劲，绳子就可能被拽过去。经过1个多月的血战，罗店化为了一片焦土。此时，中国已往淞沪战场投入了19万兵力，从全国各地赶来增援的新兵，刚下火车就直奔前线，连名字都还不知道，便全部阵亡了。虽然武器装备远远不如日军，但他们硬是凭着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的铁蹄。9月底，日军又派了3个师团增援上海，加上先前的2个师团，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。面对久攻不下的罗店，日军司令松井石根转变策略，开始沿着沪太公路强渡温枣帮，枪口直指大厂。一旦得逞，郊区和市区的2路日军便能合并一处，整个战场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。幸好中国早有防备，在温枣帮沿岸构筑了一道长达20公里的防线。在这片不到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双方展开了惨烈的争夺。有的村庄一天打下来近5亿骑手，即使是日军最精锐的连队，也无法占着一块阵地超过5小时。2周激战下来，日军伤亡惨重，整个101师团减员近2/3，加纳连队几乎全军覆没。可温枣帮河幅不宽，难以形成有效的天然屏障，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终究挡不住源源不断的敌军。渡河后，松井石根集结了3个师团，向大厂发起猛烈的攻势。此时，中国经过2个月的血战，德械精锐大多已消亡殆尽，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地方军了。10月15号，廖磊率领着大军徒步千里，从遥远的广西抵达了上海。这是李宗仁麾下最精锐的一支部队，因其敢打敢冲，作战勇猛，被人们称之为钢军。然而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网，加之缺乏有效的炮火掩护，贵军的6个师上去才1天便全军覆没了。而五湖四海的地方军队也纷纷星夜驰援。昔日这些地方军阀占山为王，明争暗斗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，无论天南地北哪派哪系都视死如归。他们脚穿草鞋，手抬马刀，一个接一个的前仆后继，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。当时参谋长郭汝瑰曾给师长霍奎章写了一封信，说如果我战死了，等日本投降那天，你一定要乘着船来吴淞口，到时如果有浪花拍击船头，那便是我来看你了。经过11天的惨战，日军最终攻占了大厂，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，而中国军队大势已去，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。后来淞沪会战的最高将领陈诚对此反思道，蒋介石是处处设防，处处薄弱，最后以致处处失守。此时上海市区已无险可守，但蒋介石为了博取国际同情，决定在苏州河北岸打一场给全世界看的战斗，这便是名震中外的800壮士。自10月25号，这支由谢晋元率领的孤军在4行仓库里死守了4天5夜，打退了日军的9次猛攻，毙伤200余人。许多负伤的中国士兵甚至抱着手榴弹跳下来和敌人同归于尽。他们的英勇和不屈，如同黑夜中的最后一抹光亮，激励着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。11月5号，日本又往上海增派了80多艘战舰，并成功登陆了杭州湾。这一下，中国军队彻底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，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危在旦夕。可蒋介石仍幻想着靠西方势力来逼迫日本停战，在进退之间犹豫不决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，便是战略牵制了战略，战略影响了战术，战术最终影响了战斗结果。在多名将领的提议下，蒋介石到11月8号才下达了撤退命令，但日军杀到了屁股后面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撤退命令，中国军队根本来不及协调组织，只能仓促后撤。在日机的狂轰乱炸下，毫无掩护的士兵们成了活靶子，大撤退一下就变成了大溃退。早在1936年，中国就在芜湖等地修筑了一条绵延上百公里的国防工事线，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。按照原计划，从上海撤退的部队本可以在这里组织2次抵抗，但从危境中逃生的中国军队如大坝决堤，一泻千里，使这条精心构筑的防线成为了无人守卫的摆设。至11月12号，上海彻底沦陷。在淞沪会战中，
日本一共出兵25万，死伤人数达到了9万多。中国一共投入了70多万兵力，伤亡高达30多万人，平均3天就牺牲一个师，真正的是一寸山河一寸血。当时曾有键盘侠嚷着，中国人那么多，一人一口唾沫都够淹死小日本了。但此战过后，人们才明白，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，对我们这样一个涣散落后的农业国来说，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。别说唾沫了，即使拿命一条一条的填，也难以换来一场胜利。当时国学泰斗钱穆甚至写了国史大纲，准备留着亡国后给后代当复国教材。那是山河欲碎的悲凉，也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绝望。而淞沪会战从短期的战术来看是失败了，但从长期的战略上来讲却有着非凡的意义。这场战役打乱了日本原定的进攻方略，迫使他们放弃由北向南的主攻路线，转而从东西方向进军。因为中国的地势是东低西高，到了西部巍峨的高山峡谷中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便没有了用武之地。加之有长江天堑，中国据险而守，可以和敌人展开持久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战彻底唤醒了中国人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。自此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皆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，誓死要抗击日寇。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下期我将继续使用独家全彩技术，为大家解说日军占领上海后的真实影像。